在8年的抗战中，有3500万同胞牺牲许多城市，被炸成废墟，但是中华民国依靠血肉之躯，硬是把亚洲第一强国拖进泥潭。这不是一个速败的国家，而是一个拼死也不投降的国家。从淞沪的火海到南京的血泪，从重庆的防空洞到衡阳的孤城，一幕幕悲壮，让人难以呼吸，却也让人热血，因为人们清楚退一步就是亡国，所以即使只剩刺刀，只剩石头，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，最终历史回到南京。侵略者在青天白日、满地红旗之前低头签下降书，100年国耻因此结束。1937年夏天，南京像火炉一样炎热，但是比天气更灼热的是国家的愤怒。6年前，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，之后又伸手控制华北。卢沟桥的枪声一响，这就不再是边境冲突，而是整个国家的危机消息传到南京会议室里，烟雾弥漫，官员们神情凝重。在蒋中正面前是一道生死选择，要不要投降？投降的话，华北会变成第2个满洲国；硬拼的话，可能全民族都要陪葬。有人说北平若失南京必负，这句话让全场沉默。几天后，蒋中正登上庐山，对全国发出决绝宣言。他说，中华民族不是好战民族，但是如果主权被侵犯，就绝不退让。最后他高声说，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，又人人都有守土抗战的责任。广播把这些话传遍大江南北，整个民族被推上血与火的战场，国民政府立刻发动全国动员。广播报纸都在呼喊全民抗战的口号，标语张贴到各地，就是要让最偏远的乡村都知道战争已经开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决定在上海开战。这是远东第1大都市，日本完全没有想到中华民国敢在这里迎战，这背后是一场豪赌。用上海的繁华和国军的鲜血换取后方撤退的时间，同时也要让世界看清日本侵略的真实面目。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爆发，德械师进入战场，士兵们拼命死守，报纸头条写满惨烈，收音机里传来的怒吼声让全国人民更加团结。大家捐款捐物资，踊跃参军，人人参与。这一刻，全中国才明白，这不是局部冲突，而是关乎民族生死的全面战争。起初，全国人民满腔热血，认为只要有决心就能抵挡日军。但战场的残酷立刻把热情击碎。日本的钢铁产量是中华民国的30倍，飞机大炮数量庞大，而中华民国士兵仍然拿着老式步枪，只能以血肉之躯迎战。淞沪会战持续3个月，60万国军与日军激战，德械师也参战，但火力差距太大，一天就能损失1个师30万，伤亡精锐，几乎消耗殆尽。最后，谢晋元将军带着400多人死守4行仓库，成为800壮士的传奇。他们隔着苏州河，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军队还在抵抗。但是上海终究失守，南京随后陷落。上海失守以后，国军向南京撤退。撤退的过程混乱，线路一条条被切断，城门一扇扇被击破。12月13日，南京陷落，30万军民在刀口下牺牲，屠杀的惨烈让全世界震惊，但国际联盟依旧没有行动。
日本退出会议，其他国家装作没听见。布鲁塞尔会议上，石油禁运被搁置，结果只有沉默中。华民国明白，没有人会替自己抵抗，只能靠自己。国民政府将大批工厂、学校和难民向西转移工业社，被拆成木箱、铁箱，沿铁路和公路向大后方运走。学校老师带着课本和黑板翻山越岭，学生跟住流亡。火车在轰炸声中前行，车厢里充满哭声，同时数百万民众涌入大后方，形成一次全民族的迁徙。武汉成为新的防线。1938年6月，日军投入30万人空军大规模轰炸国军40万人，在长江大别山一线苦战4个多月。万家岭战役中，国军以何为方式给日军沉重打击。尽管武汉最后失守，但国军付出40万伤亡，也让日军损失10万人，战略计划被拖延。中华民国因此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——时间。台儿庄大捷是这段时间最重要的胜利。李宗仁指挥国军设下口袋阵，王明章坚守藤县敢死队，在街巷中肉搏，最终歼灭日军1万多人。这一战彻底鼓舞了全国士气，民族的脊梁被重新扶植。长沙会战同样重要。1939年至1941年，长沙3次成为主战场。薛岳实施天炉战法，诱敌深入，再集中兵力合围。3次会战，国军皆获胜。尤其第3次长沙会战，当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受挫时，中国却在内陆打出一次大胜，这让全世界看到中国还在坚持。国民政府退入四川重庆，成为陪都5年半的空袭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，城市一遍遍被轰炸，房屋一次次被点燃，人群钻进山体里的防空洞，洞里潮湿阴冷，缺水缺氧。1941年，较场口隧道口被炸塌，数千人窒息死亡。但警报一停，人们又走出洞口，抬走遗体，继续灭火种建。工厂照常开工，政府继续开会，孩子依旧在昏暗的灯下读书。这段相持期，国军的精锐几乎消耗殆尽。后备兵往往是刚从农村征调的青年，他们昨天还在插秧，今天就要拿着老枪上战场。粮食不足，营房里经常断炊。法币贬值，黑市猖獗，民生困苦。但无论多么艰难，所有人都明白，只要还活着，就必须再撑一天，因为只有活着，才有开枪的机会。1941年6月，德国撕毁互不侵犯条约，300万大军进攻苏联。这场战争改变了全球格局，日本军部内不出现争论，陆军想北进攻打苏联，海军则主张南进夺取资源。但诺门坎战败的阴影仍在让他们不敢再冒险，同时，中国战场的持续消耗已经让日本难以抽身。最后，日本选择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，转而把矛头指向南方。对中华民国来说，这意味着至少避免了同时面对2个战线的危险。战争依旧残酷，但局势开始出现转机。1941年2月7日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。次日，美国对日本宣战。中华民国多年孤军奋战，终于等到世界主要强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。蒋中正此前提出持久战的战略判断，终于得到了验证。
他说过，只要能坚持3到5年，局势就会改变。如今，这一切正在发生。美国的参战使中华民国得到新的援助，飞虎队成立，美国志愿飞行员驾驶战机进入中国领空。昆明、重庆的天空出现了带着鲨鱼嘴涂装的飞机，这是中国民众第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抬头看到希望。地面战场则需要新的补给线。滇缅公路被切断之后，美国开辟驼峰航线。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7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，气候恶劣，乱流频繁，飞机经常坠毁，无数飞行员常年血骨弹。他们带来了汽油、药品和弹药。这些补给让前线能够继续抵抗，远征军第一次走出国门。中国派出军队进入缅甸，与盟军并肩作战。丛林战场，猎瘴气、毒蛇、泥沼无处不在。数万将士战死一国山谷，许多人尸骨无存。虽然作战艰难，但中国终于成为国际战场上的重要一员。1942年，中途岛海战爆发，美国海军重创日本舰队。太平洋战局开始逆转，日本失去战略主动权，对中国而言，这意味着压力逐步减轻。同一时期，中美英3国在开罗召开会议上明确提出，战后要把日本从侵略中夺取的土地全部归还，台湾和澎湖也要归还中国。这是国际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写下中国的战后地位。蒋中正、罗斯福、丘吉尔同框的照片成为中国坚持8年抗战的重要证明。战争仍在继续，但局势已经不同。中国从孤立无援逐渐变成反法西斯同盟的一部分。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支持，也是政治上的转折。中国终于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，而是国际舞台的重要角色。随着美国全面参战，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。1943年，中美英签署中英美共同宣言，废除了不平等条约。中国恢复了关税自主与领土完整的法律地位，这标志着近100年来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枷锁终于被打破。同年，中国战场进入新的阶段。日军为了打通华中的交通线，发动了一系列会战。国军虽然装备不足，但仍然依靠坚守与地形作战，迟滞了日军的进展。在腾冲、松山等地滇西反攻展开。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，经过1年多苦战，最终收复失地。战争中国军的损失极为沉重。据统计，全国有超过1400万军人直接参战，其中320万人牺牲，无数家庭破碎，民生困苦到极点。但正是这种代价换来了战争局势的转折。1944年，日军发动1号作战，企图打通华北到华南的交通线。国军虽然节节抵抗，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，失去大片土地。然而，这场大规模进攻也耗尽了日军的最后力量。当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步步推进，日本已经无力兼顾。1945年8月，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，苏联对日宣战，数百万红军进入东北。内外压力下，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，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战区日军在南京向蒋中正委派的代表正式投降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再次升起，这一刻，中华民国成为世界
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之一。战争结束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，中华民国被确立为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。这是对中国长期抗战的承认，也是国际格局的重大转折。然而，战争留下的创伤并没有立刻愈合，数千万人的死亡，无数城市与乡村的破坏，经济几乎枯竭，人民生活极为困难。国家要重建，社会要重整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。但无论多么艰难，有一点已经写入历史，在那场全球规模的战争里，中华民国没有倒下。他在最艰苦的8年里承受住了打击，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，这也是他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。如果你还想听更多的中华民国历史，辛苦您订阅按赞。